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B，欢迎来到 iQOS 系列视频。这期我们来聊聊 IPv6 的安全性。就是正常来说，我们会用到 IPv6 的公网功能实现外网访问，但是呢，这个安全性不是特别好，所以我希望通过就是在 iQOS 或者这种类似的这种系统里设置一个防火墙，来保证 IPv6 的一个安全性，所以我录了这期视频。这期视频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容易理解，因为涉及一些理论性的东西，但是它很重要，希望大家尽量跟着看下来。好，我们来开始。首先我们来聊第一个问题 ，IPv6 它安全吗？这个问题我不太好说安全或者不安全，我想说这么一句话：只要知道你的 IPv6 地址，就能访问你的 IPv6 设备，然后就可以怎么样。注意是任何人都可以访问你的 IPv6 设备，其实是不那么安全的。当然有人会说啊，我的 IPv6 地址那么长，你肯定找不着，但其实不是。像 BT 下载啊、代理啊这种，都是可以轻松获得大量 IPv6 地址的一个方式。那么业内一般是怎么做的呢？就像路由器啊相关的厂商一般会要么默认给你关掉 IPv6 功能，要么就是打开 IPv6 的外网访问，就是那个从你的本地计算机访问外网的 IPv6 服务器是可以的，但是从外网反向访问你内网，这个就给你一刀切关掉了，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。我觉得只有能控制的访问才是完美的。那么我们需要什么呢？对了 ，IPv6 防火墙，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。这期视频呢是基于 iQOS 的叫 ACL 的这么一个防火墙录制的。我之前用的那个路由器它没有这个相关的功能，所以录不了。这也是我为什么前一段时间升级了那个一台 iQOS 的路由器的一个根本原因吧。当然也有其他的解决方案，这个要看你手里的设备的支持程度。对。然后如果你还没有开启，还不会去开启那个基于 iQOS 的 IPv6 的相关的上网服务，可以看我在这里发的这期 iQOS 开启 IPv6 上网支持的一个视频。好，我们继续。下面我们要聊一个基础的一个概念，就是网络地址。首先我们这个我会说的很快啊，不会特别深入。首先这是一个 IPv4 的地址，它大概呢是由4个块组成，每个块呢都是由0到255的一个数字组成，然后它的数字是它的 IP 的总数量会是多少呢？差不多是42亿。乍一听这个数字还挺大的，但实际上呢，42亿如果放眼全球或者全世界的来看，42 G 是不够用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 IPv4 的端口转发呀、内网、外网啊、什么公网 IP 啊，这种什么 NIT 技术啊这些原因。你只需要知道 IPv4 不够用，所以你的 IPv4 可能不是公网，在这个视频里就够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，这是一个 IPv6 的地址，它是由8个块组成，每个块都是4个0到4个 F， 它大概的总数量就是总的 IPv6 的地址可以有340万亿个，它大概是 IPv4 总数量的79亿倍。说了这么多呢，怎么说呢？你只需要知道 IPv6 足够用，每个人每个设备都能分到 IPv6 地址就行了。至少在目前来看，IPv6 不会出现不够用的情况。好，然后我们来深入的看一下 IPv6 的这个地址。我想简单的来做一个定义啊，不一定准确，但是方便大家理解。有2个框，前一部分我用了一个红框，后一部分我用了绿框。前一部分我们管它叫 IPv6 前缀，后一部分我们叫它 IPv6 后缀。前缀是由运营商给到你的，每一次你拨号的时候它都会变。后缀是由你的路由器或者你的计算机系统通过计算得来的，它是在你就是路由器后端的，就是在你内网里生成的，这个是可以控制的。也就是说你需要知道什么呢？前缀每次拨号都会变，后缀每次拨号都不会变，就 OK 了。假设这样去理解。当然那个动态的 IPv6 是可以通过 DDNS 技术和域名进行绑定的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我在这里发布的这一期，基于 IPv6 的 DDNS 域名绑定技术的相关视频。好，我们继续。
接下来我们来看什么呢？看一个一般的网络环境。这是一台路由器，然后下面会有一台 NAS 和一些电脑，通过有线或者无线连接，然后路由器会给他们分配IP 地址，是 IPv6 的地址，很长，但是我为了演示的方便，我只改了最后一位啊，大家知道，但这个一般不会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在那个假设我们在那个 NAS 上开了一个51304的，就是群晖的 HTTPS 登录端口，然后在 AMAC 上开了一个55202的一个 Nginx 的 HTTPS 端口。然后这个时候你需要知道什么呢？ IPv6 都是公网，所以只要访问 IP 加端口就可以能访问到任意一个 IPv6 设备。这个时候听着很好，但是它其实不太安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SAL 技术，在防火路由器里进行判断，哪一个 IP 的哪一个端口可以访问，哪一个 IP 的哪一个端口不可以访问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保证能访问的都是安全的。有点像那个 IPv4 公网 IP 的端口转发，但这里面没有端口转发的概念，因为它每一个都是公网，其实只有一个通和不通的一个过滤的概念，大概是这样。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 SAL 的规则设计。首先，新建第一条默认规则就是所有的 IPv6 的外网访问内网的请求都不同意，全部是拒绝。然后我们精准的开放一条 IPv6 的外网访问规则，就是 NAS 的 DSM-HTTP 协议的访问，通过 IPv6 是可以访问的。那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？我们需要知道 NAS 的 IPv6 地址以及它的端口，在我的这个例子里就是51304，然后它的协议类型是 TCP， 你不需要知道 TCP 是什么，你只要知道它是 TCP 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是我的 NAS 从爱快路由器上拿到的3个 IPv6 地址，你没有看错，一个 NAS 在路由器可以拿到3个地址，这样乍一看好像有一点不太能理解，对不对？我们稍微移动一下，然后这样是不是觉得好像相同的内容多了很多？然后我们下面做什么呢？我们来框一下，这就是 IPv6 的前缀。这就是 IPv6 的后缀。当然，这个 F5E 也是一种特殊的后缀。你只需要知道第一个和第二个是外网可以访问的 IPv6 地址，然后绿框框出来的都是后缀，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前缀变，后缀不变。记得我们刚刚说过这个东西，对吧？好的，然后我们现在需要什么？需要 SAL 里的一个功能叫后缀匹配。这个功能很有用，因为你每一次拨号的时候前缀变，后缀不变。如果你要去想匹配一个 IPv6 地址，每一次拨号前一个匹配的地址就没有办法匹配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有后缀匹配功能，就是前面的那4个块忽略后面的4个块，或者后面的1个块，其实它也是4个块， F5E 那个也是4个块，进行一个匹配。那么不管前面运营商给你的前缀怎么变，后缀能匹配，然后你就只要知道地址你就能进来。当然你要知道地址还是需要 DDNS， 这我们一会儿再说。好，知道这个以后，我们就可以为动态的 IPv6 进行后缀匹配，来实现一个访问安全。好的，讲到这里，我们稍后就去 iQuiOS 里去做这么一个叫什么后缀匹配的一个设置。OK， 我们下面来完成实际操作的这个部分啊，2条规则。首先第一步，我们打开我们的 NAS， 点控制面板，然后点网络，选网络这接口，然后选第一个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IPv6 的地址，这就是我得到的3个 IPv6 的一个地址的情况。我们要开放的就是这2个，前缀就是这里和这里啊。然后我们下面进入 iQuiOS， 点安全，选 SAL 规则。然后这里面这2条规则我已经写好了，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啊。首先第一条规则是阻断，第2条规则是允许那个群晖的 DSM 的那个 HTTPS 访问。第一条规则我们点编辑，它是这样设置的。首先设置的协议是 IPv6，协议站是 IPv6，下面的对应的协议就是全部。
动作是阻断，然后阻断，然后这个是全部任意，然后方向是转发，然后连接方向是原始方向。这里面要讲的话内容就特别多，照着抄吧，反正就是一个阻断所有的 IPv6 连接。原地址、目的地址全部不填，原端口、目的端口不填，进口是选万口，然后出口是选LAN口。大概是什么意思呢？从路由器收到外网请求是从万口进来，就是从光猫那边进来，然后传到那个内网的设备，就是从LAN口出去，大概是这样。周期选全部，然后时间段就是这样选，然后给一个名字，点保存 OK。 然后这条规则设置好了以后，再来一条规则，这条规则就是那个群晖的那个规则，把它点编辑协议站 RPv6 没问题，协议是 TCP， 我往这边拖一拖啊，这个反正就这个嘛TCP， 然后动作是允许，方向是转发，连接方向不用选，原地址不动，目的地址这边就有一个叫后缀匹配，给它打开，然后我们匹配的后缀就是我们拿到的这个地址，我看能不能拖一下啊。我们匹配的后缀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，首先前面打2个冒号，代表前面都不管，然后后面是留着4位，然后一个斜杠，然后这边也是2个冒号，后面是4个 F 冒号4个 F 冒号4个 F 冒号4个 F， 就是这个对应的是第一个4个 F， 是对应的是它第一个4个 F， 这个对应的是第二个4个 F， 这个对应的是第3个4个 F， 这个对应的是最后一个4个 F。 同理，我们匹配那个 F5E 的时候，我只写了3个 F， 就是和前面进行匹配就行，这就是后缀模式。大概能看懂一捏捏你就 OK 了，不需要懂全部的，知道怎么去 NAS 里找到 IP， 知道怎么把这个 IP 用后缀匹配上，这就是我这期视频想教你的全部。然后端口嘛51304写上，然后进口是万口，出口是LAN口，就是外网来的数据，然后这边时间选好，给一个命名，好了。然后这边我想说什么呢？这个我已停用，就这个规则没有启用，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。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，然后这个端口是51304，在这边有个测试网站，我一会儿会放到那个文档里，写上你的端口，这边选择特定端口，然后这边打个勾，这边输入51304，然后扫描。不出意外，扫描的结果是被拦截了，这个就是拦截的意思。这个网站好像没有中文的，我们大概就这样看吧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回到爱快这边，把这个点启用。启用以后，你这边这个网站会有一个限时啊，大概半分钟左右再扫描一次。好，这边就打开了，这就证明这条规则已经生效了。那么这样这个访问就可以被允许，但是除此之外，其他的访问还是无法允许。是不是很简单？但是这样做完了，你的 IPv6 就很安全，推荐大家一定要看一看。OK，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，概念可能比以前的视频有一点点晦涩难懂，但是这个很重要。然后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你了解了 IPv6 的一个原理，然后首先把所有的 IPv6 的外网请求都阻断掉，然后对你需要的 IPv6 按照视频里教的那样一个一个开放，那你的 IPv6 基本上就可以是一个安全的一个状态，很重要，建议大家花点时间来学习一下。好的，这就是这期使用爱快 OS 的 SAL 防火墙对 IPv6 访问进行控制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。如果您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或者有相关的经验想要分享，欢迎留言。我是 DP，谢谢。